运城盐湖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运城以南，中条山北麓，是山西省最大的湖泊。作为世界3大盐湖之一，运城盐湖总面积多达132平方公里，1毫升湖水重1.25至1.29克，人可以漂浮在湖面而不下沉，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死海。运城盐湖曾经富足了整个国家，运城盐湖的盐税收入一直是历代国库的重要来源。所谓天下之富，盐利居半。唐代，运城盐湖盐利占全国赋税收入的1/8，宋代占全国赋税的1/4。同样，运城盐湖也将其财富恩泽于民间，它孕育了名震天下的晋商。解放后，因运城盐湖而兴起的运城盐化集团，也曾经是运城市国企的龙头老大，是每月底给政府和行政人员发工资的重要保障。但在2000年9月，中国做了一个重要决定，那就是停止已有4600多年开采历史盐湖地区的一切工业生产，做到退盐还湖，还湖于民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加关注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运城盐湖是一个古老的内陆咸水湖，湖内有5大滩，包括东部的鸭子池、汤里滩，西部的少池滩、北门滩以及6小池。湖区矿物资源丰富，运字牌无机盐系列还被誉为中国驰名商标，为国内化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隋末唐初，盐湖地区的制盐工艺已经比较成熟，工艺可细分为挤卤蒸发、调配、除卤、结晶、产出5个步骤，即5步产盐法。在1958年之前，古法制盐是主流的制盐手段，人工垦齐，天浇日晒，生产效率较低，食盐产量也非常有限。到了60年代，当地化工企业迅速发展，工业开发了20多年，湖区商品盐的产量不断飙升。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，绿盐的质量逐渐变差，杂质越来越多，以至于无法满足食品用盐和工业用盐的需求。于是在1985年，运城盐湖正式停止产盐，全面转向盲销生产硫酸盐产品取代绿盐，这是盐湖开发的一大里程碑事件。1990年至2020年，盐湖的开发进入卤水的综合利用阶段，不仅产盲销，还产原明粉、硫化碱、硫酸钡、硫酸镁等多种化工产品。根据山西省地矿局214地质队在2007年的勘探数据，盐湖保有的固体矿石储量高达2亿多吨，硫酸钠储量4084万吨，硫酸镁507万吨，氯化钠930万吨，资源价值相当可观。以开发的原明粉为例，原明粉是无水硫酸钠的俗称，在生产上有多种用途。在玻璃行业，原明粉能起到澄清助溶的作用，能有效防止玻璃产生气泡。在印染行业，原明粉可用作环染剂和助染剂，效果非常理想。此外，特制的原明粉还有特殊的用途，比如分析纯原明粉还可用作蓄电池的添加剂。鉴于突出的经济效益，历代人民也都高度重视盐湖的保护。各朝代在湖区周边修建了长达58.73公里的禁墙，专门用于防御盗贼。湖区外围还修建有防洪体系，1渠2河4滩，使得盐湖免于洪涝灾害。历代群众还完善了盐湖的围堰系统，围堰有72堰之说，把盐湖分割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小池塘。总之，运城盐湖蕴含着深厚的互保文化，是中国人民的聚宝盆。据悉，运城盐湖的1年盐产量在12万吨左右，为中国盐产量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。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践行，当地的生态也受到了高度重视，中国死海有望变成生命之海。在很多人的认知中，能被冠以死海称号的湖泊都是不毛之地，但在运城盐湖，这种说法并不绝对。据统计，运城盐湖的动物有150多种，绝大多数都是鸟类，代表物种有火烈鸟、大天鹅、灰鹤、白鹭、红腹锦鸡等等，候鸟数量超过1万只。其中火烈鸟是盐湖特有的常客，每年7至12月在湖区觅食活动，运城也因此成了国内观鸟爱好者的打卡圣地。湖区的植物种类相对贫乏，只有30多种，常见的有赤藓蓬、盐角草、芦苇等耐盐碱植被。运城盐湖的水中没有鱼，周围的植被也非常稀疏，为何会吸引来大量的鸟类呢？
这是因为盐湖中生活着一种被称为丰年虾的生物。丰年虾是一种耐高盐的小型甲壳类动物，民间俗称盐虫子，学名为蠕虫。盐湖蠕虫身体柔软，体表呈红色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氨基酸、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，是候鸟重要的补给饵料。据央视报道，运城盐湖的火烈鸟首次现身于2014年9月，此后连续6年，火烈鸟都会准时在夏季迁徙到运城盐湖，美美的享受饕餮大餐。而运城盐湖的蠕虫更是一种知名宝贝。蠕虫是一种低等的浮游动物，平时靠滤食50微米以下的细菌、盐藻以及有机碎屑为主。除了鸟类之外，蠕虫几乎没有天敌。种群的生存策略是以数量取胜，繁殖能力强悍，甚至能在湖中形成一定的捕捞产量。研究表明，以蠕虫为开口的饵料的鱼虾幼苗更容易成活，生长速度也更快。高小田等研究人员曾做过一项对比试验，选用5种不同的开口饵料，分别饲养100尾加州鲈的子鱼。子鱼全长0.57公分，分组随机进行，每组3个重复。结果发现，投喂活蠕虫的子鱼存活量最高，达46%；投喂冰冻海水轮虫、专用配合饲料、营养虾奶粉的子鱼成活率全部为0%；投喂微粒配合饲料的子鱼成活率也只有3%。正因为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，蠕虫和蠕虫卵的市场价格常年居高不下。根据市场报价，杂质较少的蠕虫卵1吨就能卖到几十万元，被业内誉为卵黄金和金沙子。而在蠕虫的原产地虫体也可以直接捕捞，冰冻后可销往全国各地。在新疆、山西、山东等地的盐池中，蠕虫一般在5至6月份生长和繁殖，7至8月份生物量达到巅峰。此时湖边便开始聚集捕捞者，利用特制的密网捕捞蠕虫，活体售价可达50至100元每公斤。也有人在盐湖内养殖蠕虫，夏季销售期1天就能收获3至5万元。到了9月份，气温逐渐降低，成熟的蠕虫相继产下休眠卵，卵粒的售价和品质、行情都有关系。好的蠕虫卵杂质少，表面清洁，卵径大，无臭味，常规价格为50至60万元每吨，最高时能达到80至100万元每吨。顺便再说一句，很多盐湖的蠕虫资源也受到地方保护，严禁个人滥捕乱采，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。据人木联等学者估测，全国蠕虫的年产量可达6至8万吨，蠕虫卵的年产量接近1000吨。从产量上看，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新疆、青海等地是中国主要的蠕虫卵集散地，无论是加工内销还是对外出口，都能产生不俗的经济效益。而要保护好这笔生物资源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盐湖的生态，治水是首要目标。时间先回到2017年，当年的水质监控数据显示，共有1285万立方米的废水、污水排入了运城盐湖。盐湖上游的河流、素水河、瑶仙渠都曾检出劣五类水质。经评估，盐湖流域内突出存在以下生态问题：城市生活污水是主要的污染源，其次是面源污染。据监测，流域内每年输入的总氮高达1015吨，总磷17吨，氨氮138吨。污染最严重的是南岸湖区，水质恶化严重，漂浮有大量的生活垃圾，水体浑浊恶臭。南岸的中条山存在人工过度开发的现象，部分山坡被开垦后演变为荒山荒坡。尾塘、水塘的面积不断萎缩，沼泽化倾向严重。随着制盐工厂的泛滥，很多企业唯利是图，不顾生态，人为挖地取土的现象普遍，导致堤堰破损，严重削弱了盐湖的抗洪能力。2020年9月，盐湖生态终于迎来了转折点，湖区的工业生产活动被全面清退，退盐还湖成为现实。2021年，盐湖的生态保护被放到压倒性的位置，生态修复专项工程顺利实施。其中，1期工程投资4亿元，主要用于环境治理、堤岸整治、江道疏浚、防汛加固等项目。1期工程完工后，560亩盐湖的北坡、4800亩荒滩、3000亩盐湖南北两岸湿地都将得到绿化修复。这些举动其实都是在为过去的恶性开发、破坏性生产买单。总之，为保护生态而放弃盐田开发，这是为子孙谋、为千秋记的大好事。只有保护好了盐湖，才能真正为后代守住大自然的资源宝库，中国的死海才不至于沦为生命禁区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知道哪些需要被治理的地点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